OK， 到了快递啊，今天是什么呢？看一下我后面的车啊，既然是在车跟前拍，那肯定就是汽车用品了。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？可以猜到吗？没错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，这是一个二手物件，它并不是新的，它是一个二手的，这个叫快播，这是改装配件啊。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新的要多少钱吗？这个东西新的要卖5000啊，5000块钱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换挡线啊，这个换挡线也是需要改进的啊，然后总共改装下来，卖我这个配件的这个兄弟啊，他说他花了6000多。但是呢，我这辆是第3代飞度啊 ，GK5 超跑嘛。大家也知道，现在第4代飞度已经上市了。随着第4代飞度的上市呢，第3代飞度就没有那么香了。没有那么香的话，咱们第3代飞度的改件就会很便宜啊。所以我就花了很低的价格，非常低的价格，就淘到了这个我梦寐以求的这个快播啊。这个东西我已经想要很久了，有些年头了，一直很想要，但是就是因为它太贵了，所以买不起。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。看一下这个细节，这个牌子叫 RVER， 这个材质是7075的不锈钢材质啊，非常精致，机械感十足啊。OK， 我这是一台手动挡的飞度啊，手动挡 GK5。真男人玩手动挡，玩自动挡，一辈子难以出人头地。空有一沓钞票，你始终是没法博得众多同性们的认可。如果你想要在万千同性当中出类拔萃，赢得万千同性宠爱，你就要撸手动挡。现在手动挡的车已经很少了啊，什么样的人还会开手动挡的车呢？你可以说有情怀的人，或者说玩车的人、懂车的人会开手动挡。大家觉得这么说对吗？为什么飞度要有手动挡？不是为了驾驶乐趣，兄弟，是因为飞度手动挡只卖7万块钱不到啊！飞度只卖7万块钱不到，为了这个它只能出个手动挡，好吧？不是给个便宜的车让你去改的，你们理解错了。那是穷。对，飞度轻也是一个关键，就是飞度的这个车身结构啊，包括它的这个重量啊，它的这个轻是飞度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技术核心吧。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飞度的轻不是为了操控，不是为了驾驶乐趣，是为了省油，那还是穷。你都穷到买飞度了，那本田厂家想的也很好的，我兄弟，你都穷成这个了，都买我们的飞度了，我把车给你造的轻一点吧，你省点油吧。那是他对于你的怜悯，就兄弟，你都穷到买飞度了，算了，我给你减个50公斤吧，懂不？那开手动挡的车，它到底有什么乐趣呢？好吧，开手动挡的乐趣，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无法理解啊。我呢，一直是开手动挡，从我第一辆车哈飞路宝，然后到现在这台 GK5，一直是手动挡。我开手动挡已经有很多年了，可以说我没有开过自动挡的车。我从拿了驾照到现在，一直是开手动挡的车。你要说驾驶乐趣呢，确实是有驾驶乐趣啊。当你每天早晨这个心情大好，出门要上班的时候啊，坐上车，开上手动挡的车，去上班或者去办事儿的时候，那种驾驶的感觉啊，非常的好。我开了这么多年手动挡车啊，但是我觉得这只是一时的。当你想开手动挡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是一种驾驶乐趣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你开了一天的车，或者说晚上下班的时候，刚好又是遇到了晚高峰，你本身已经工作了一天了，很累啊，然后已经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晚高峰回家还堵着车，然后你的这个左脚就不停的在踩离合器，然后你的右手在不停的挂档油门，很累，说实话很累啊。手动挡这个东西，当你心情好不累的时候开它，确实是很有乐趣，很好玩。但是当你很累很疲惫的时候，你不想开车的时候，对吧？开手动挡就是一种煎熬。长期开手动挡，比方说你一直在市里用车啊，你开上手动挡的前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，可能你会有
这种驾驶乐趣的感觉。但是当你开到2个小时、3个小时，甚至开到半天、1天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手动挡真不好，手动挡开起来真累啊！这就是我开手动挡这么多年的一个感想啊。有的时候手动挡开的累的不行的时候，真的好想开一个自动挡啊，就是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看一下啊，这个东西我们来比较一下，到时候就装在这里，大概就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高度从这么高一下变成了这么高啊。以前开车是这么换挡，换好了之后就变成这么换挡了。好吧，我们先放一边啊。我为什么要换这个快波呢？原厂的这个挡杆跟我的那个快波它会有什么区别呢？差在哪呢？首先啊，就是它的换挡行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车的换挡行程，就是它的距离很长。咱们看3档在这个位置，4档到这个位置，差不多有1拃的距离。换了那个快波呢，它的行程就会变得很短，就这么小一截儿，它就可以实现换挡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大大提升换挡速度。还有一个点呢，它离方向盘更近了，在这个位置跟在这个位置，比方说我换挡，我手在方向盘上，对吧？现在起步了，然后我要换2档，手是不是要拿到这个位置换完档，然后再换3档，然后再起来？这样的话，这个手在方向盘跟挡杆之间切换的这个距离越长，它就越浪费时间呢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换挡杆在这儿，我这样换完我就扶方向，换完我就扶方向，这样也会增加换挡的速度。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快波据说换上了之后会吸入感很强，档位更加的清晰。你看我的这个原厂的这个已经松垮垮的，看到没？没有那么的紧致。原厂它的设定肯定是偏向日常，经过一个红绿灯，我现在要停车，然后停下之后是不是要把手刹拉上，对不对？当你在走起步的时候，挂1档松手刹，这是很日常的一个设定。换了快波之后呢，虽然说你换挡速度变快了，离方向盘的距离近了，但是你的档杆离手刹之间的距离远了。在日常驾驶手动挡的时候，在城市里头，是不是方向盘，然后换挡，然后手刹这样子频繁的切换，这3样频繁的切换？那原厂的一个设定呢，是最接近大家日常使用的一个设定。你看，方向盘、档杆、手刹这3点的距离始终处于一个平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原厂的东西它还是很合理的。那当我们改了快波之后，换挡速度是增加了，但是你日常在城市驾驶中不停的去拉手刹挂1档，拉手刹挂1档，这个操作无形之中的就变慢了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已经开到了朋友的店这个地方，一会儿就去给他安装一下。安装的过程可能还是比较复杂一点。OK， 可以了，够了。在这个3元的这个位置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来更换这个。来对比一下2个档杆。现在这一块就是这样的。好 ，OK， 我们把空滤拆掉了，然后大家看一下啊，就这根线，这根线跟这根线就是换挡拉线啊，这底下这块就是变速箱了。我们现在开始穿线，把这个排气的隔温罩拆掉，终于找到这个拉线的这个入口了。把这个螺丝拆掉。终于拆下来了，这个支架我一块拆下来了啊，因为这个卡簧太难取了，那里面位置太小，根本下不了手，所以把这个支架取出来。
换好了啊，来听一下这个声音。手感不要太好呀。非常的紧致，吸入感十足。终于装好了，好吧，终于算是装完了。昨天晚上搞得太晚，天黑了就没装。今天白天又过来把它装了一下，然后调试了一下，现在非常 OK。然后这一块，以前的这个防尘罩就用不了了，这块就是只能这种裸露在外面，你要不然选择就这种暴露，这种让别人看到这种机械的美感，要不然就是他还赠送了一个这个防尘罩，这样装上，感觉看上去也挺和谐的，好吧？因为我现在还得再开一开调试一下，所以先裸露着。然后看一下拆下来的一堆东西，然后我车上的一堆工具，这边还有专业修车啊，刘师傅专业修车，把这块饰板给它盖上。OK， 工具收了。好，这就是原车的一些东西啊，还有这些小螺丝呀，这些小卡簧，咱们得把这些都给它装好，给它放好。以后如果要还原的话，肯定要用。这一箱再给它装回去，收好。那说了这么多啊，这个东西到底用起来怎么样？我们开起来慢慢聊。现在感觉这个档把离方向盘特别近啊，换挡就非常的快，这样子很近，就是它的换挡手感变化真的非常明显。以前原厂的档杆行程很长嘛，1档、2档、3档、4档，但是这个它的行程很短。别看它抬高了这么长，但是看，我觉得它每一档的行程也就不到10公分，也就在5、6公分左右。你看，这是3档、4档，就是3档到4档之间的这个行程也就才10公分。也就是说，空档到3档的行程在5公分，空档到4档的行程是5公分，这2档的行程加起来也就才10公分，行程非常的短。而且它的这个档位非常的清晰，吸入感非常强。而且换挡的时候可以听到非常明显的机械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见，这种感觉非常的好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手感变重了，原厂的档杆非常的轻啊，推1档、2档、3档、4档几乎不需要什么力，就是顺带的就推进去。但是这个档杆需要你用一定的力，看，比方说你推1档，这样，2档。换挡的需要的这个力道啊，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肯定是受不了的，接受不了的，会很重。因为我换上已经开了2天了嘛，因为换挡变重了，我的胳膊感觉有点酸啊。总的来说，手感棒，档位清晰，吸入感强，离方向盘近，换挡速度变快了，而且我个人觉得还挺美观的，看上去有这种机械的感觉，非常的硬核。你不想让它暴露在外面也可以，把这个饰板这样盖上就行了。其实也不用粘，因为它扣上去之后，它不会掉下来的，你也可以取掉，可以粘也可以不粘。手动挡的乐趣。说完了优点，咱们现在来说说缺点啊。这个东西真的适合日常驾驶吗？换了这个东西，你的车还好开吗？换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你看我的胳膊已经是没有地方撑了啊。这个东西是为竞技而生啊，就是开比赛下赛道的人
用的。跑赛道的时候，大家的开车习惯肯定是双手握方向啊，而且是用不到手刹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于一个跑赛道的车来说呢，你的手要么2只手都在方向盘上，要么1只手在换挡，不会有拉手刹的动作。那对于我们日常驾驶来说呢，需要经常拉手刹，或者说需要单手扶方向盘，另1只手这样放在挡把上或者撑在扶手箱上面。那我以前的原车挡杆刚好胳膊肘可以肘到这个扶手箱上，然后手还能搭到挡把上，这样非常的轻松。但是现在看，我无处安放的胳膊肘，我想单手开车，一手扶方向，一手抓着挡把，那我的这个胳膊肘就无处安放了啊，很累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。所以装上了这个快播以后呢，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开车习惯啊，2只手抓方向盘，这样子的话对于咱们的安全性来说也是有保障的。大家把这个不好的习惯改一下。这个快播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因为它的行程非常的短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挂了档，跟它在空档的位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3档空档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开着开着，比方说你忘了是几档，但是你看一下这个档杆，你看不出来它是几档，不像原厂的这个档杆，它的位置变化特别的明显，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或者可以摸出来。这个快播就不行，你摸上去的时候也感觉，哎，就在这个位置啊，反正也没差多少，看上去的时候也看不太出来。所以我每次用的时候，我忘了现在挂的是几档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推出来，把它挂到空档，左右晃一晃，我才能知道。这也是它用起来的一个问题吧。那有些高级车它有档位显示啊，虽然是手动挡，它也可以在仪表台上显示出现在是几档。再说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装逼的啊？看这个档杆这么高啊，大家见过那个序列式的变速箱吗？序列式变速箱的档杆就这么高啊，咔咔咔咔这样拉。Left 5 extra long to 70. 人家拉力赛都是这么开的，所以可以给人一种假象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个车是一个序列式变速箱的，会引起大家的这个围观吧。他们赛车和漂移车都用的是序列式变速箱，但是他们的手刹在哪呢？也在这个位置啊。大家可以注意到，那种车在方向盘旁边有2个档把，一个是序列式变速箱，一个是手刹。他们漂移车都是这么操作的，这样啪啪啪换挡，然后再拉一下手刹，都是这样操作的。非常帅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假装一下啊，假装一下是序列式变速箱，因为我平常是日常使用嘛，我也不去下个赛道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装上这个快播的一个使用感受吧。好吧，祝各位车友啊用车愉快。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